好，那我要介绍一下。那今天呢，我就请了我的朋友 Jared，我说对了吗 Hello，对，说对了，？Jared，我从来没有叫过你 Jared，对，你对，好像没有叫过我，对，我都是叫你老哥，是不是？是大哥，大哥、老哥，现在变老哥了，以后不知道会变成什么。嗯，没事，大对，家都还年轻，好，今天请了我的好朋友 Jared 来聊聊天呐、然后 Jared 是马来西亚华人，对不对？对，马来西亚华人没有错，其实，我最近跟马来西亚人接触比较多嘛，你知道我的室友也是马来西亚人，嗯，我有听你说过，对，但是他跟你不太一样，他是马来人，他不是马嗯，来西亚华人，所以，但是我跟他在住的方面，就是我们关系很好，但是我会发现还是会有一些想法的差别，所以说想找你聊聊马来西亚华人的想法。可以啊，好，来，嗯，好，那我们从第一个话题问起。首先来说一下老哥你的经历吧，就是你们家是什么时候搬到马来西亚的？你知道你以前的祖籍就是你的出生地，或者是你的父母、你的爷爷奶奶出生的地方是你的祖籍，你知道在哪里吗？嗯，我爸爸那里他们是潮州，然后我妈妈那里他们是福建，然后我们的话就是我跟我父母，我们都是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对，我是在一个叫槟城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槟听过。城就吃的特别多，然后有很多福建跟潮州，对，就有很多很浓厚的中国气息。但是经过了几代人的改良，就变成了有我们自己的味道，更有我们自己的烹饪方式，但主要可能是以辣的为主吧。是吗？我还以为马来西亚人不吃辣椒，马来西亚贼能吃辣，非常非常厉害吃辣。贼对，能吃。嗯，好，所以 Jerry 你是算是第三代，就是搬到马来西亚以后的第三代对，第三代没有错。啊。那你有想过回自己的就是祖籍地看一看吗？我以前有想过，但是可能因为时间上的关系，都还没有机会去。但是我父母，我爸爸妈妈他们去了好几次，就是他们说回家探亲，对，嗯哼，去了好几次。嗯。真的会还有亲戚还在那边吗？有，还有亲戚在那里，他们有时候发照片过来说，哎，这个是哪个哪个亲戚，那个是哪个哪个亲戚，就是他们还是会说，嗯，用他们的话来说，那个是他们的根，对，嗯哼，但是可能在身份上，就是我们是马来西亚人，那个可能比较多一点，就是亲情的羁绊吧，对。嗯。但是你如果说要是回去那里生活的话，那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啊，那我就想问你，就是你应该认识很多马来西亚华人，对不对？嗯。那你有认识过那种，就是他本来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最后就搬到中国来定居了的吗？有，我有一个中学朋友，他之前在北京那里上的大学，然后上了大学之后，他就在那里安下来了。对，但是好像没有就是办理，呃，我也记得不大清楚，但是他就是最后是嫁了给一个北京的北京人，然后现在就在那里生活。嗯，嗯，所以他其实就是算是在中国定居了，对，是有了小孩儿的那种。挺好的。嗯嗯哼，好，其实我今天准备了好多问题啊，然后嗯，我们先从这个马来西亚人跟中国人的对比来说一说，其实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别的人关心马来西亚华人什么问题，但是我最关心的是马来西亚华人有996吗？我觉得说这个得看公司，但是普遍来说，马来西亚人是没有996的。我给你几个例子，就是我本身的工作经验，可能大多数都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话有，我在那里上了，就是正职来说，我上了4年的班。我们没有996，但是某些公司，尤其是公司的背景，它可能是嗯中国的，那可能就会有。比如说，我在马来西亚一家旅游公司，它也不算是旅游，它是一个国际公司，它叫客路，它是一个香港公司，它主要是类似做平台，它就相当于中国的携程，它就是个平台。然后他就卖各种票啊、景点。然后我在这家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是没有996的，我们一般周一到周五，我的时间是9点到5点半，9点到5点半就下班，基本上回家也不需要加班。哦对，天呐，嗯，然后我之后跳槽了去另外一家公司，它叫虾皮。然后虾皮它是一家新加坡的公司，然后它的那个就是最高的那个，他是个中国人。嗯哼，然后这一点的话，因为他可能背景有一点来自中国的支持，就是在基金上，所以可能文化就比较不一样。我们没有996，但是我们热爱上班。我在那家公司的时候，我的身边都是一群很热爱上班的同事们，马来西亚人。然后我们是自愿留下来一起拼搏到晚上，可能就是我们每天晚上11点有个会，就是会开会，十对，点，11点，11点开什么会啊？睡觉对。晚会吗？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看环境，因为这家公司它吸引的就是一群很愿意拼搏的年轻人，它就相当于在国内的淘宝，也是做平台的，然后它是一个 e-commerce，就是平台卖东西的，它不算996，它比较像是自愿加班，自愿加班，好，嗯，那你要是自愿加班的话，有那个加班费吗？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自愿加班？我这句话听起来不像是中国人问的。对，它的环境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家都愿意去拼搏，大家都热爱自己做的事情的那一种。所嗯以，你如果说你的同事们、你的战友们都在很用心的去做那件事情，但是你没有去做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被落下。但是可能我知道的，996是它比较像是有一点非自愿性的。又嗯或者是说，可能老板会说，我给你加班费，然后你来帮我那种。但是我们这里的是比较少，但不排除有。但是我个人的话，我是没有遇到有哪一家公司说我必须996，我必须在我非上班日去处理上班的事情，目前还没有。嗯。嗯，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你在的那家公司的员工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你觉得这种热爱的感情是因为那个工作氛围，还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够了，够让他们热爱这份工作？都有。都有。都有。对，我觉得你热爱工作的前提是薪资给的够，嗯，对，你就不会去想说这份工作他给我的钱只能让我做到这个程度，但嗯是他非常愿意砸钱，就是你的职位可能他给的钱会多过市场的3、4成。嗯所以大家都说，哎，钱到位了，那就上班吧。啊，那挺好，我觉得
钱也是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让人们热爱工作的动力。我觉得这嗯。是肯定的，我们不能说只是为了热爱去上班。嗯，而且那里的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来上班，你就是为了挣钱，你不要跟我谈理想。所以，对，我们这里可能会比较是有这种实际。松弛的，对，他就不会说你必须上班，然后你得努力到一种程度才会给你更多。我们嗯。这里可能是反过来，我们知道说要你努力，那先把钱给够。嗯，哦，但可好。能不是每家公司都那样了。但我目前遇到的公司，我可能比较幸运，就是他们可能会先说钱给够，然后再让你去拼这样子。嗯嗯哼，明白。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不知道，其实我没有在很多公司真的工作过，全职工作过。但是从我朋友的反馈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挺不一样的。嗯，嗯哼，对对。而且我们这里有一个有薪假期，我带薪们不知道你们那里假期有没有？是什么？对，带薪假期。几天？嗯，一般刚入职的员工是14天。14天。对，然后我的话，心我好痛。的一般，我的可能是到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应该是15到20天左右吧。等一下，那个带薪假期是国家规定的，所有人都有，还是只是公司的？国家规定，我没有记错的话，最少好像是10到14天不等。这个是带嗯。薪假期，然后国家规定的公共假期可能10到20天，看不一样的州属，他们有不一样，所以一般上来说，可能加起来，可能不用上班，但是有钱领的，可能有一个20到30天吧。好。好，知道了。我不该问这个问题，我心好痛。现嗯，在。好的。对，其嗯实中国也有很多企业，他们也有带薪假期，但是这些企业一般都是比较正规的大企业，或者是说，嗯，国家政府的企业，他们是有那个假期的，而且是根据你工作的年数，它的假期是会变长的。但是现在普遍的状况就是，一般私人的企业、私人的公司，就是有不有，就是老板说了算。对，老板说了算。但是我对。们这里最低好像是11天，我没有记错的话，然后还有病假。我们病假是有给钱的。病假我不知道哎，我从来没有生过病，从来没有请过病假，你知道吗？嗯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在中国病假怎么算，应该每个公司每个企业的规则不一样。但是我以前嗯在新西兰的时候，我的学生就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Cherry，为什么你从来不生病？”我说：“这是什么问题啊？”我嗯说：“因为我身体好。”我说：“你为什么这样问？”他说：“因为你从来不请假。”嗯，对，我说。我明白那种感觉。嗯对，我说啊，这个对中国人应该很简单吧？从来不请假，一年全勤，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很难的事情啊。所以，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请假是经常的事情，而且他们没有愧疚感。就是在中国，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请假，我们会有愧疚感，我们要想好多理由。就是去请假以前，我们要想啊，这个理由可以让老板相信我真的需要休嗯息，然后我才会去请假。就是如果我的理由真的不够的话，我可能就不请了。嗯，我们这里的话，请病假是要有医生证明，我们就去看医生，然后看医生就是公司也会给补贴津贴，就是你不用给那个看病的那个价钱。然后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一般是有14天，那有住院假，我们叫 hospitalized leave，就是说可能因为是某些事情你必须住院的时候，公司是给你大概60天吧。嗯
好吧，对，好。但我觉得这个还是得看看公司，然后可能像你讲的，就是那个愧疚感，但是可能对我们来说，生病不舒服，那就在家休息。对，对，我们现在都有一个词专门说这个事情，我们叫请假羞耻。就是为什么？就是从小从学校的学生开始，我们就特别害怕请假，就觉得请假这件事情是错的，就是我不应该做。我要是做了，我就是做错了一个事情。所以请假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都是挺难、挺羞耻的一件事情。很嗯嗯可以，那刚刚说到存钱，我就想知道一下，就是马来西亚华人的那个存款观念会跟中国人差不多。你知道中国人的存款观念吧？我们喜欢存钱。嗯，你们喜欢存钱，然后可能喜欢买房，然后或者是把钱给下一代。哦，对，差不多，一般嗯。会留。那我觉得可能马来西亚的观念它有一点偏西方，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嗯，我们的父母在我们成年之后一般不会给我们钱，就是我们如果去上班，我们可能就自己缴房租，然后可能有时候会给家用，就给了多少就不重要，但是可能就不会跟父母要钱。我觉得可能也跟这里的生活习惯，就是有一点关联。比嗯如说，我们这里可能不急着买房，然后嗯我们可能也不急着买车，我们不会有那种我存钱是为了要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可能存钱就是为了说，诶，时间到了，假期有了，我们就要去哪里玩儿，我们就痛痛快快的花钱，我们就不会有那种压力说，我现在要存个10万8万，以后给我的孩子用，这之类的，我们可能就不会有那种负担或者是压力。但是如果说有了家庭，可能就会为小孩子筹备，但是也不会到可能像你们的那种，就是会帮他们买房、帮他们买车，这里就不流行。嗯嗯，对，我觉得中国就是只是靠年轻人自己去买房太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一般如果没有父母的支持，可能年轻人一辈子都不可能在大城市买一套房，小城市还是比较容易的。嗯但是如果你想就是说改变你的户口，想在大城市安家的话，可能就需要父母的帮助。嗯哼，嗯。我觉得这对个可能跟你们的房价也有关系吧。可对。能，在马来西亚就是房贷压力没你们那里那么大，就是可能一个人上班省吃俭用，还是能就是买房。对，还嗯是对，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买房的这个问题。但是嗯我看我的朋友，就是一般买了房子的朋友都有贷款20-30年这样，我就是没有办法想象说我要还钱，每个月还钱还30年。我觉得10年我可以接受，但是30年就是有一点太长了。嗯，嗯，那对。就租房了。租房，对，但现在年轻人确实也有改变，然后现在我看买房的人也不太多，大部分人开始选择租房，不管是嗯有，不管是不是没办法，还是说想租房，但是现在年轻人可能觉得租房是更好的选择。嗯。嗯哼。对，反正存款这回事就是能多存就多存，不能存太多，那就花吧。对，去那玩儿玩什么的。那如果你们就是没有存款的话，会慌吗？会不会觉得，哎呀，怎么办？我就是很担心明天就把钱花光了，会没有安全感吗？这倒不会，因为就一般正常来说，你如果有在工作，就是你吃得饱，然后有个地方住，可能就不会有那种压力，说，哎，我没钱了要怎么样怎么样，可能吃的比较少一点，比较普通一点吧。嗯，所嗯。以你们
不害怕变成月光族。不会，而且因为我们这里大多数都会有买储蓄保险，或者是一些医疗保险，所以可能我们的所谓的底气就在保险那里吧。嗯嗯，明白。医疗保险这边也有人买，就是，但是我们在买保险以外还得再存钱。嗯。我觉得对，可能消费级别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吧。比如说，我们可能不大会，就是我们还是买名牌，但是我们嗯哼，可能不会一直买。嗯我们可能嗯会想吃好的，但是我们可能也不会一直吃。嗯哼，对，然嗯后可能比如说，我们这里男生女生，我们出门天气热嘛，我们可能就一个短裤、短袖、一个拖鞋，我们就也不会说特别盛装打扮，嗯或者是买特别特别贵的衣服呀，或者是化妆品那些，可能也用的比较少。那用的比较少，那这钱可能就攒起来了。嗯哼，对，就省下来了。嗯，拒绝嗯。容貌焦虑。对。容貌焦虑，哎，说真的，我就是觉得我回来以后，容貌焦虑还是有越来越就是严重。特别是我在上海工作的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每天去上班都好像在走 T 台，你知道吗？我的那个楼，就是我也不知道别人的工资怎么样，但是他们都穿的好好看，然后你每天都好像在看时装秀一样。然后我就是穿的没有那么好看，穿的比较一般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不自信。这样，嗯，就是嗯哼，得打扮一下，化个淡妆才能出门的那种吗？对，是的，我现在也是养成那个习惯了，就是不化妆不敢出门。其实这样嗯是不对的，我知道，但是会有这样的压力。我觉得这种压力应该不是只有在中国，我觉得韩国应该也有这样的压力。韩国、日本，嗯，嗯哼，但马来西亚可能比较少吧，比较少，比较比较松少，弛。松弛，对，大家过得比较随便一点。嗯，也嗯不错，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认真了，对自己的外貌认真也是好事，松弛也是好事，自己喜欢嗯，就可以。嗯哼，开心就好。对呀。然后下面呢，下面我有一些关于感情方面的问题想要问你啊。其实，嗯对，就是说到这中国人嘛，那肯定是会说到，就是我们对于结婚会有很强的紧迫感，会有很强紧迫感的意思就是你很着急，你特别想快一点、早一点把这个事情做完，那你是有紧迫感的。那就是你们会有马来西亚华人会有这个30岁结婚的紧迫感吗？没有，完全没有。就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同学或者是朋友，可能比我大，就是可能30、40也自己一个人过得也过得挺好的，就都有。家人一般可能会问，但是不会催。对，我们这里对结婚还好，哦，不会真的吗？着急。对，真的。嗯，好，那也不错。大家都有自己的节奏，而且我们不会因为说我30了，我没结婚，我就应该要感到羞耻或者是压力什么的，这个是完全没有的。特别好。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就是快过年了，我就特别害怕回家。你懂我为什嗯，么害怕回家吧？我懂。那个三姑六婆他会问，对，平时跟他们发微信只有一个话题，赶紧找一个男朋友。嗯，所以我们我觉得，这里，你你说，说，你说，我们这里过年的话也不会问。就可能大家都知道说，现在生活也不容易，就不要去给别人压力说，诶，你怎么还是一个人？这之类的。就可能父母他们偶尔会问一下，但不是那种说会帮你安排相亲，不是嗯说，诶，我把这个谁谁谁家的孩子推给你，
就不会。我们这里还算是恋爱自由的，而且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说，马来西亚有3大种族嘛。嗯，就是可能我们也不会介意说跟不同的种族在一起。跟不同的嗯，种族结婚吗？你是说？结婚，对对对，嗯但可能不同的地方可能会有偏见吧，就觉得说，哎，你如果是华人，那你就得找个华人什么的。对，我们嗯这里就不会有那种压力。对，嗯，挺好的。对啊，我觉得就是这个结婚，虽然现在是21世纪2025年了，但是还是就是在中国这个结婚的焦虑还是挺大的。不过结婚的人数还是在慢慢变少。我还是今天看了一个数据，还是比以前减少了很多。现在大家都是在想啊，停一下，慢一点，不要说三嗯。十岁以前，赶紧结婚这样。而且可能现在因为网络的发达，大家都知道说，哎，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比如说，你结婚花的钱，可以让你去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事情。那大嗯家就会想说，哎，我倒不如去做一下那不一样的事情试试看。比如嗯，说去旅游啊，比如说去玩儿啊，这之类的。嗯对对，还是生活多样了吧。嗯嗯，对，你知道我这一代还是挺有紧迫感的，就是在我三十岁，我现在31，在我30岁29岁那一年最明显，我的朋友圈每个人都开始结婚了，每个人都结。那一年，我看我朋友就是结婚的特别多，然后但是我到了30岁后就没有了，突然今年没有一个朋友结婚，你敢信吗？都已经结完了吗？还是该结的结完了，不结的也不想结了。嗯？这个也算文化差异吧，但我现在想一想，好像就是我的亲戚朋友，他们也不会一直问，可能会问一下，哎，你现在有没有对象而已。你嗯，说有或者是没有，是没有后续问题的，他们就是吗？只是想知道，对，嗯。嗯，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马来西亚华人的长辈跟中国人的长辈这么不一样？想法为什么这么不一样？我觉得可能是生活，这里的生活可能比较慢一点，嗯哼，而且可能我们也没那么多竞争去卷，嗯哼，对，所以嗯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知道说你只要努力，你就能挣钱的情况下，你不需要去跟人家争，不需要去跟人家抢，那可能节奏就会比较慢。那嗯节奏慢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偏向于生活吧，就会嗯比较想说放轻松的那种。因为好像我知道的一些，就是我听我中国的朋友说过，他们相信养儿防老这件事情。对的，嗯，我爸妈就对。相信这个。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你必须要在某种年龄段生孩子，那等你老的时候，小孩就会照顾你。但嗯是我们这里的话，你如果没有孩子，可能到你要退休的时候，你有退休金，你有养老金，又或者是说你如果没办法自己生活，那你可以去政府的一些养老机构。嗯就还是会能生活的挺好的。就我们不会有那种说，你如果没有钱，你如果没有孩子养你，你就得睡路边的那一种。嗯嗯，确实，你说到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社会的养老系统怎么样，也是让人有没有结婚想法、生孩子想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嗯确实，中国一般的养老就是养老系统，以前的养老系统就是一半是政府帮你养，然后一半嗯是孩子要照顾老人嘛。所以很多养老机构，中国养老就其实不是很发达，还不是很流行。其实嗯人老了以后，还是住在家里的比较多，跟孩子住在一嗯起比较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的长辈他们很害怕，就说
我没有孩子，我妈妈现在每天一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老了怎么办啊？没有孩子照顾你，你该怎么办啊？嗯我说，可是我有孩子，我也不是让他来照顾我的呀，嗯，对吧？可能说到养老，就是我觉得可能要聊到有关联的，比如说医疗系统跟养老院这件事情，就嗯，是因为你老了你会生病，然后可能大家就说你有孩子，他能给你承担医药费。我们这里的话，我们政府的诊所跟医院看病是1块钱。所以可能老人他们就没有这种的压力，或者是觉得说我看不起病，我就得死的那种。对，嗯然后可能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不排斥养老院，但嗯，是我听过我中国的朋友说，他们觉得如果老了被送去养老院是一个非常非常丢脸的事情。对，就是有嗯，养老院在中国有一个比较坏的名声，就是他们觉得老人送进去了就一定会被欺负。会被虐待吗？对，会被虐待，会被欺负，就是确实有一些养老院做的不好，就是嗯以前的一些养老院做的不好，他们真的只是为了钱，但是没有真的好好照顾老人。嗯，对，但对吧？是，但是我前两天看一个新闻，我发现就是现在的就是年轻人，他开始就是转到养老院的这个行业了，他们开始在做一种就是真的就是很专业的，可以照顾老人，让老人很开心的这种养老机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年轻人他开始关心这个方面的话，那应该会做得越来越好。因为以前没有年轻人想过做养老这个行业的东西，但现在年轻人他们也担心自己老了怎么办，所以嗯他们现在就开始就是做一个很好的机构，然后再做试验，然后看看市场，看看赚钱这个方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其实我也有时候有点想转行到养老行业去看看，说因为这个行业其实在未来肯定会发展的很好，所以说嗯，我觉得，它是一个在中国还是需要发展的一个行业。对，可能就跟我们现在的殡葬业一样吧，也是大嗯，家闭口不想提的一个话题。对，但是它又是人生很必须、很需要的嗯一个东西，所以觉得就是还是需要年轻人的力量去关注到这嗯方面。然后下一个话题也是跟我比较有关系，因为你知道我跟我父母的关系比较复杂，不是我，是嗯我跟我的朋友，所有的朋友跟自己的父母关系都很复杂，所以我就想知道，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家庭教育里面，你们的父母是怎么样去教育下一代的，而且是你的上一代。不是现在年轻人这一代怎么教育他们的孩子，我想知道的是你的父母他们那一辈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嗯，我们父母的话，我们可能不会把，就是他们不会把孩子送去太多的补习班，他们你这可能也不会。你是踩到我的痛点上了吗？对，因为就是据我了解，知道可能你们那里成长的过程可能会比较忙一些。嗯哼，我们的话，就我成长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然后我是真的能下河抓泥鳅，跟在泥土跟玩泥巴的那种，或者是在后面的那些小树林跑来跑去爬树的那种。我们就是在那种环境成长。我可能那个时候在的地方比较小乡村一点，对。但是我们的父母的话，可能不会太逼我们去上很多很多的艺术班，然后他们可能也不会太就是宠我们，一般就是说为什么你懒都没写作业，那我们就会挨揍、挨骂的那一种。对，然后可能我们出门的话，就是也不会说特别担心你会走丢，嗯就是放养吧，算放养。可能嗯，我知道的现在的可能一个小孩出门，可能身边要有3、4个大人。你说马来西亚华人吗？马来西亚华人对，但是我们那个时代可能就比较随便，比较放养。
对，然嗯，后教育的话，也不会跟你讲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有自由的权利去选择你要上的课，你要选修什么科目，然后我们可能这里也比较少去规划说哪一所大学比较厉害，或者是排名靠前面，你得上那所大学，你就比较优秀优秀。的那种。这里没有，对，这里没有，这里就是你爱上哪家你就上，然后可能如果学校要缴钱的话，你可以跟政府借钱，然后你读完了之后，你毕业你就还，就家长可能也不会说太操心你想读但是没钱的那种。对，嗯就教育来说，义务教育还是有要上一个11年吧。嗯，11年的意思。十一年，11年，对。但是你要说真正教育的话，家长一般不会太干涉。对，嗯，所以听起来就是马来西亚的父母不太会鸡娃。鸡娃是什么？你你还是没有搞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吗？鸡嗯娃，鸡娃其实就是说父母比较担心他们的孩子学习不好，然后就是会送孩子去各种补习班，然后也嗯会担心他们的孩子能力不够，没有别人厉害，然后也会送他们去各种的特长班，然后就是所有的就是家里面所有的资源都会放在这个小孩子身上，所有的精力也放在这个小孩子身上。然后这个就是鸡娃。嗯，不会。我们上课哦，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上课只上半天，剩下的半天都是玩儿。对，真的吗？就好是公像我立学校吗？对，我上中学、小学那会儿，就是可能7点上到1点吧，然后我就下课啊，回家了。哎，对这个好像新西兰。对，我们就也不会有太多的那一种像你们那里的考试压力。我们嗯这里，对，就是你不管读差读得好，你还是会有学校上的。对，嗯，明白。对，我们这边好像是上全天嘛，从8点上嗯到晚上下午4点，4点或者是6点。嗯，我们没嗯，有晚自习。那 OK 好。那你们会关心那个教育的质量吗？我们会关心教育的质量，就是我们知道说读书还是得读，然后但是我们就不会太在意说成绩这方面。我觉得说我们上学比较多训练的是人与人沟通的技巧跟方式，而不是说我要拿到第一名来证明我厉害的那一种，不是的。对。嗯，那嗯。你们在学校都学什么科目啊？我们学的好多科，比如说，我们这里3种语言嘛，就是中文、英文跟马来文，这是必嗯修的。然后就有数学，然后你可以选，你如果是读理科班，你可能就读生化、物理，或者是一些比较理科的。那你嗯。如果是选读商科班的话，那你可能就读一些会计，比较偏数学的那种。嗯。你们还有商科班，那你们没有文科班吗？哦我们的理科就是文科，诶，文科文算科就是商科吧？文科，就在中国，文科是属于历史、政治、地理，就是其实这个哦，方面的。历史跟地理就是商科跟理科都必须得上。哦，就放在必修课里面了吗？嗯，但我们不是走那种填鸭式教育，所以我们可能不会说要死背的那种。对。那你们考试怎么考？考试一般考的是你对那个科目的了解，嗯跟除非你是读那种理科的，就比如说要算数那些，可能你就得下功夫。但是一般上我们不会有太多嗯需要死背的吧？我记得的是这样子，没错。对，嗯，你我是们会有，理科生。对，那你们会有排名的压力吗？就是考完试以后，第1名、第2名。不会。
天呐，不怎么会有。对，嗯哼，而且我觉得说，好像我们读了11年的义务教育，我们就可以选嘛，上大学，或者是去学院。大学的话就是政府大学，就可能不需要 K 线，但是那个成绩可能要比较好。那你嗯如果说可能成绩达不到，你可以去学院，学院可能就相等于你们那边的技术学院，你可嗯以选你要选什么科目来读。好像我那时选的是酒店管理，虽然说我毕业之后没有到酒店上班，但是它就是一个科目，让你去训练说，可能在这条路或者是这个方向，让你去感受一下是什么样的生活吧。对，嗯。有，我们这边也有技术学院，就是专门嗯教学生技术嘛，然后更嗯实际一点的，科目会教给学生怎么样去工作，怎么样做这个技术。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学院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因为他教的都是很实际的东西，所以学生拿出来学出来马上可以用的。嗯，可以直接上班的那种。对啊，我觉得现在中国，我觉得是比较需要就是会技术的学生，因为大部分学生都去大学了，大家都还嗯是就是有一个，其实这么说不对，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排名，就是你上大学比上学院好，会有这样的就是 stereotype，会有这样的印象，所以说，呃，大部分人都会一定要上大学，如果没有考上大学，会再考一年，再考一年，直到他们上大学。所以说，去技术学院的学生很少，但是其实我觉得未来会技术的学生会更就是更容易找到工作。我就一直嗯想去学一个什么电工还是木工，这种就是用手工作的这样的嗯。这样的技术，我觉得太酷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就这种所谓的技术，可能在某些国家它不被重视，但是你如果去到西方国家，尤其是就特别特别的珍贵。嗯哼，对，嗯我就听他们的薪资就是很高。嗯，对，就好像我们那会儿在新西兰的时候，我记得一个修水电的，他时薪应该都是80、100的那种。对啊，就是吊打我们老师的时薪。嗯我就觉得说，其实用脑子工作跟用手工作都同样重要，不应该有就是哪个更好跟哪个不好的这样的印象。所以，我现在对我哥哥的孩子，我就觉得说，你不一定非要考个大学。我说，你要是有喜欢做的，你好好学，学到把那个技术学到了，就可以独立就很好了。嗯，真的有一技之长就不嗯哼。会饿死。对的，是的，就是对呀。但我们还是就是中国大部分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还是会有执念。执念嗯的意思就是说，你一直想要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拿到这个东西，那这个想法就是你的执念，就是还是有就是让孩子上大学的执念。就是一嗯。定得上大学，上完大学，然后又得上研究生，就是现在就是慢慢的，就是一步一步往上推。我觉得可能再过两年，就是要推到博士了，就是你真的要读到博士，才算是真的好所以出来大家都是有硕士或者是博士头衔的那种嘛。啊！现在太多了，现在硕士也很多，我觉得，然后大家现在想读博的学生也很多。嗯，嗯哼，对，往上推。其实我觉得上面也要走，然后旁边你也应该往旁边走一走才对。我们这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就是还是说，就大家，嗯，大家可能读到一个程度，就觉得说，哎，我先出来上班，可能上了几年班，再觉得说，我想在这条路上发展，那我可能就回去继续深造，继续嗯读，这种的形式吧。因为如嗯果说你读书，你读博什么，可能需要很多很多钱。那一般我们家长或者是比如说我的父母，他是觉得说，你读那么多书没有用，
没可能有用。这些，对，这里的家长有时候可能会有那种想法，但是我们知道说，哎，目前来说，可能先上班，先体会一下这社会的结构怎么样，然后再去看你是不是喜欢那个科目，然后再继续读。要不然你读那个科目，你可能读个博士出来，但是你发现，哎，我其实不喜欢做这相关的工作，那可能也比较，麻烦。对，就是其实你浪费了很好的时间在一个你可能不喜欢的事情上面，这是有嗯，风险的。对。唉，对，所以我也同意，就是你应该说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去选择你喜欢学什么，然后再去学，这样你热情也有了，然后时间也不浪费。对啊，而且你也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尝试，你才知道说，哎，是不是喜欢这样子的生活，不喜欢再换嘛。但是对，可能可能我们这里的试错成本比较小吧。嗯，对对，其实试错成本，对，这个是中国人最害怕的，就是觉得错误的成本太高了，都不想犯错。嗯嗯哼，对呀。好，然后我现在有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嗯我现在有第二个大的问题，是不是对比的问题？是我对马来西亚华人的问题。嗯哼。好，第一个问题就是，嗯，马来西亚华人怎么看待自己的中国文化背景？就是你们会觉得说自己是中国人吗？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嗯哼。会说我们是马来西亚人，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嘛。但是可能因为我们学的是中文，用的是汉语，所以可能就是对中国的文化，我们是不排斥的，因为嗯毕竟是用同一个体系跟语系嘛。对，嗯但是你要说，你问我是不是中国人，那我的答案是不是。但是你说你会不会愿意去中国玩，还是去生活什么，这个我们都 OK，我们都会很愿意的去尝试的。嗯，对，我其实之前也认识一个马来西亚的，他是一个老人了，他有快70岁了，然后他就是这几十年一遍一遍的往中国飞，然后就自己去旅游，去走了好多城市。他说他还是很愿意就是到中国去看看的。嗯。我觉得对，这跟你出生的环境，跟你生活的地方有关系吧。因为毕嗯竟说还是在这块土地长大，所以那个认同感跟那个归属感还是有的。但是你要说，如果不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话，那可能就不会有对中国那种特别的归属感，但是不嗯。会排斥。嗯嗯，明白，就是归属感是没有，但是就是文化还是会有亲切的感觉，因为都嗯。差不多。嗯对，哼。嗯，庆祝一样的节日，对，这说一样的语言。挺有趣的，说一样的语言，对，嗯哼，而且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就是你看一眼中国人，就是你跟中国人互相看一眼，你会知道他在想什么？对，就是那种有那种默契，你知道对。说想法跟某种事情上是有一定的吻合，然后而且因为在容貌上你是一样的，嗯哼。对，所以你很难去说，哎，这个一眼就不是我的那种种族那种就比较少，就你知道说，哎，大家说的都是中文，大家用的都是华语那种，所以在很多事情上有相同的默契的人，觉得特别有意思。对对，我也是发现，因为其实这个事情也发生在我的班，就是我的班有很多国家的学生嘛，但是嗯有时候说到一个问题，然后说到同意和不同意的观点的时候，就是西方国家的学生，还有就是东亚国家的学生就很不一样。然后那时候我看一眼，比如说韩国和日本的学生。我就知道，哎，我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他们也知道我怎嗯，么想，就是会有那种有一点亲切的感觉，就是嗯，还是对。差不多的文化背景。
这个我在去新西兰的时候感受特别重，是一个我那里就是我如果是去亚洲朋友，就是华人的家，我会脱鞋。嗯，如果我换拖去的，鞋是不是？对，我就是换拖鞋，然后换上他们家的那种拖鞋，他们都会准备。但是如果说我去的是非亚裔或者是不是华人的，我就知道说我连鞋都不用脱，我可以直接走进去的那种。对的，我也是对，发现非常不一样。我也有这个经历，就是我的家不是经常会有学生来开派对嘛，然后嗯有时候就是西方国家的学生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做饭就是会都放在那个桌子上，然后他们自己拿到自己盘嗯子里面，然后坐在沙发上吃。然后如果是韩国、日本的学生来，我就是会把菜放在这个桌子上，然后我们围在这个桌子上吃。我嗯。觉得我肯定知道他们不习惯自己去那边拿菜的，所以就是很不一样。对，我们如果就是在沙发上吃饭的话，是会被长辈说两句的。是吧？对，就是我知道，就是西方，就是你可以自己在厨房把菜拿到自己盘子里面，然后站着吃都可以。你可以嗯站着吃，可以蹲着吃，可以坐在地上吃，没问题。但是就是我觉得韩国学生来我家的时候，呃，当时我的那个马来西亚室友就说菜太多了，这里放不下，我们放在厨房，然后他们自己夹过来，然后就发现不行，我说嗯，他们肯定不知道怎么不弄，习惯。不习惯，所以我们还是放在这里，大家一起吃比较好。嗯嗯哼，对，这是对文化认同，我也是发现会互相有这种文化认同感。嗯嗯哼，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以前就是工作里面经常跟中国人会有那个就是交流或者是合作，那你就是在跟工作人员合作的过程中被问到最奇怪的问题是什么？你中文说的真好。然后他就问说你哪里学的？我的天，什么叫你中文说的真好？对，就是我有幸那个时候我带着中国的项目嘛，那我的团队就5个中国人，嗯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你中文怎么说的那么好？他们就问说你是哪里学的？然后我可能就会一次又一次的就跟他们讲说，哦，就是我们这里马来西亚会学3种语言，然后中文是母语，对，我们有3个母语，对，他们可能就没办法理解说母语应该只有一个，为什么嗯会有3个的那一种？对，这算是最常问的一个问题。然嗯后，对，我多多少少明白他们说的那个意思，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的会比较杂一点，比如说我会说潮州话，我会说福建话，我也会说粤语，他们可能就一脸正经地说你怎么会那么多？你怎么说得那么好的那种？对，，OK，对，我觉得可能我们对于中国人对马来西亚的了解，可能是在语言方面，可能还没有说觉得中文是你们的母语这样，可能还是嗯。觉得马来西亚有马来语还有英语比较多。对，他们有时候也会问说，你几岁？我不知道说这是不是你们那里比较常会问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也蛮常被问说，在年龄这点，就大家都会知道说，诶，你几岁？然嗯后我之前有跟一个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可能是他们的一种思想会想知道说你几岁。然后再用你几岁的那个年龄去判断说你应该要有什么，应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地位的那一种。啊，哎，差不多有。我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但我就是有时也会被问到这个，马来西亚华人之间不会问你几岁吗？不会，啊，不会问年龄。很少很少。嗯，对，我们一般不会。嗯对，就在中国，就是问年龄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冒犯的事情，就是可以自由的问，我们也不会被问的人也不会觉得很生气，所以嗯
而且一般他们不会，也不会直接问你几岁，会问你是哪一年的，或者你属什么，他们自己会算，不用嗯，你说出来，我31，我32，我40，你就是你属什么，然后他们自己就算出来了，或者你哪一年的，然后对，有，对吧？然后他们就会接着就会猜啊，结婚了吧？啊，生小孩了吧？啊，工作10年了吧？就是会，就是因为年龄，然后他们会找到更多的话题跟你聊。嗯，然后可能也再会找到一些认同感吧。如果是年龄相仿的话，可能就有一定的话题。对。对，我现在就是发现了，我跟00后有点难聊天，然后跟90后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嗯，也算不算代沟啦，但可能就在话题方面，如果是年龄相仿，确实会比较有多东西可以聊得一块儿去。嗯，嗯，对对，确实，年龄其实，也是一个打开话题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方法吧，我觉得。渠道，对，嗯，对，渠道和方法。嗯，好，这挺出乎我的意料的，没想到说最奇怪的问题是你中文真好。嗯。真的，嗯，嗯哼，那最后一个话题就是说，就是马来西亚华人跟中国人谈恋爱的话，他们会有那个文化冲突吗？我觉得会有，哪方面的冲嗯，突？比如说彩礼，彩礼啊，彩礼。对，嗯哼，或者是说，呃，孩子的教育方式。嗯哼，如果说谈婚论嫁了之后，又或者是说，我觉得可能这是大环境的那个差别吧，可能我们就比较松弛一点，然后可能如果说跟一个中国人谈恋爱的话，可能会比较紧凑一点。紧凑，就是你是说紧张还是紧迫一点？呃，就可能就这是我了解了，也不知道对不对，可能就是，对中国人或者是说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谈恋爱可能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就比如说你谈了多嗯久过后，你就要准备去结婚，然后嗯就去生孩子那一种，然后可能对我们这里来说，可能谈恋爱是比较像是两个人互相扶持。可能我们就不会太逼迫的去说，我可能跟你谈了多少多久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谈婚论嫁那种。嗯嗯嗯，嗯。好吧，那这就是我对 Jared 的问题。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应该没有，但是我感觉说，中国还是我一直想去很多很多次的一个地方，就我也去了很多次，那可能下次有机会再去找你玩儿。嗯。可以啊，你下次准备去哪个城市？我可能想去滑雪。我去年去了哈尔滨，然后在那儿就是去了吉林去滑雪嘛。那可能明年冬天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也想去一趟北方，去北京那里去滑一趟雪。对，嗯，这2年好像新疆的滑雪场比较有名，而且据说那边的雪的质量比较好，所以可能那边的滑雪场不错。但嗯我不滑雪，我不太知道。不过最近2年看就是抖音什么的，都是在推荐新疆那边的滑雪场。嗯，嗯哼，而且性价比新西兰来说实在是好太多了。真的吗？新西兰滑雪特别特别特别贵。贵是贵，但是好，那你滑雪的体验呢？嗯，我觉得都差不多。就虽然说可能新西兰那里的雪会比较好滑一点，但是在中国的雪道就比较长，也是滑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说，
你要说体验也差不多一样，但是中国那里就比较热情吧，如果你问我的话。嗯，明嗯，白，服务会比比较较好一点。完整。对。嗯，挺好。我回来都没有滑过雪，就是因为没有人教我，我有点害怕。我回来又不游泳，又不滑雪，然后健身房也不去了，我觉得我堕落了。嗯，那可能找个时间还是得回去一下。对。去哪里？去新西兰吗？嗯，去把你那些兴趣给培养回来。哦，是的，我回来也不开车了，我再也没有开过车。但是你那边是左驾。对，跟新西兰是反的，但我觉得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不不开开车。车。对，这是最大的问题。嗯，是的，就是工作占据了全部。找个时嗯间好好给自己放松一下。嗯，嗯，好吧，那这就是我的问题啦，下次好，再找你聊。谢谢，下次再陪你聊。